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中的笔记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生命为着建造的第2个单元，建造的急切需要。在上一篇的信息中，我们看到了在教会生活中，人因着离开这位不可分开的基督，放任肉体，错用神所赐予我们起初的恩赐，就任意发表天然的意见，而产生分裂，破坏了在神居所建造中最宝贵也是最重要的合一。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分裂显出的范畴、产生的根源以及避免分裂的重要条件。今天的教会生活是为着新约的执事，就是灵的执事。为着将那灵的执事分赐出去，我们的确需要恩赐。然而这个恩赐不是天然的才华，乃是根据个人生命的琐事所流露出来的功用。每个人因着不同的琐事，就显出不同的功用。因此你人性的度量决定了你的谈吐、举止和你属灵的分量，这些都是从神起初所赐予的恩赐中长出来的，它们都是服侍这份执事强有力的资产。一个成熟的服侍者一定要发展他的恩赐，就是从起初的恩赐长到成熟的执事。这个成熟的过程乃是借着基督在里面的加增和扩展，改变我们的琐事与构成。因此我们如何对待基督，不仅要决定我们个人的成长，更要定义我们的侍奉。人若不连于基督，就要永远做吃奶的婴孩，受肉体的辖制，活在争竞嫉妒里，进而产生分裂，不仅伤害自己，也伤害了教会。分裂有很多不同的形式，它不仅仅是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所经历的风波，它也普遍存在于我们里面，家庭成员之间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。严格的说，任何关系的破裂，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基督的义被牺牲了，被破坏了。这是神的仇敌撒旦惯用的伎俩。首先，他在堕落的人里面摆了一个似乎不错的提议，这常常是非常隐藏不易察觉的，就像起初他在伊甸园里所做的一样。人若不警醒地活在灵中，紧接着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念头，使人对神产生怀疑，也在圣徒们中间产生嫌隙，至终导致分裂。大到国与国、民与民、文化与文化之间、语言和语言之间，小到家人之间，甚至在自己里面都是不和谐的。这些夫妻之间、儿女之间、弟兄姊妹之间不同的认识，都来自那个从未受过成全的人位，或者说是从未受过训练而不能顺服的心思。受过训练更新的心思就如同房屋的基梁，没有它，基督一切丰富的实际就无法被托住，我们所构建的人生也将完全分裂坍塌。由此看来，决定我们如何行事为人的关键，乃是我们的心思。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劝诫我们的，不要再像外邦人，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，任心思随意发展，受谎言左右，成为仇敌吞吃的对象。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一个没有更新的心思，常显在固执的坚持己见，总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。在这些是非对错的逻辑里，我们的挣扎其实是无谓的。这非但不能帮助神的建造，反倒分裂拆毁。我们真正的需要乃是回到灵里，连于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了结一切的对错，一切杂乱心思的产物，而回到基督的义里。因为对付分裂唯一的路，就是那不能分开的基督和他的十字架。
这是保罗做使徒的明证，也是他服侍新约执事的凭借，是他向着众教会的见证。我们都知道，使我们与住在至圣所里的神隔开的是那个幔子，就是我们的肉体。是基督的死将幔子裂开，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使我们能恢复与神的交通。让我们今天就进去，进到我们的灵里，看见他的面，听见他的说话，了结在肉体里的坚持，使我们的心思受规律，得训练，被更新，杜绝一切分裂的因素，使我们从哥林多前书起初的恩赐出发，在生命中长大，产生成熟的功用，长出在哥林多后书所启示出的执事。这是今天教会的迫切需要，也决定教会生活的性质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